现在大家都能用 AI 把网站做出来，但做完之后有没有发现 Google 根本搜不到？这不一定代表网站坏掉了，有可能只是 Google 还没发现这个网址还没有收录，也可能是网站的技术 SEO 没有处理好。今天就来好好聊聊 SEO。先预告一下，这一集我们专心把 SEO 讲清楚，下一集会接着 AEO， 也就是怎么让 ChatGPT、Perplexity 这些 AI 在回答问题时愿意引用你的网站。这两集是连在一起的，因为 SEO 做好了 ，AEO 才有地基。我们开始。SEO 的全名是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中文叫做搜寻引擎最佳化。简单来说，就是让搜寻引擎更容易发现、理解你的网站，并且在适合的搜寻情境中，把内容推荐给使用者。例如，有人在 Google 搜寻父亲节礼物 ，Google 的工作就是从大量网页里找出最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内容。Google 不只会看网页里有没有出现父亲节礼物这几个字，也会综合内容品质、网站架构、页面体验、相关性与其他大量讯号，决定搜寻结果的排序顺序。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站在搜寻引擎的角度想，要怎么把网站的排名做上去。我会分5个步骤来说明： 1. Googlebot 如何探索网络上的新页面； 2. Google 如何理解并收录网站； 3. 如何找到关键字，判断使用者的搜寻意图； 4. 如何分析搜寻结果，利用 AI 产出高品质内容； 5. 如何进行最后检查，提升网页品质与使用体验。Googlebot 如何探索网络上的新页面呢？你有没有想过，发布一篇新文章之后 ，Google 是怎么知道这篇文章的存在 ？Google 不会因为你按下发布，文章就立刻出现在搜寻结果中，它必须先透过一种叫做 Googlebot 的搜寻引擎爬虫，在网络世界里不断巡逻，寻找新的网址和页面。Googlebot 主要透过3种方式发现新页面： 1. 外部连结。如果其他已经被 Google 发现的网站分享或引用你的文章 ，Googlebot 就可以沿着这个连结发现你的页面。2. 内部连结。如果 Google 原本就知道你的网站，它会不定期的回来造访，并沿着网站里的选单、分类或文章连结，发现你新发布的内容。所以发布新文章后，最好从首页、分类页或其他文章连到它。3. Sitemap， 也就是网站地图。Sitemap 就像一份网站的网址清单，告诉 Google 我的网站里有这些页面，其中可能有新增或更新的内容。我们可以透过 Google Search Console 提交 Sitemap， 帮助 Google 更快发现这些网址。做完以上步骤就算是提交成功，但要注意 ，Google 发现一个页面，不代表它一定会立刻收入，更不代表它一定会出现在搜寻结果中。Sitemap 只是提供线索，接下来 Google 还要判断这个页面能不能读取，能不能理解，以及是否适合收入。2. Google 能不能抓取、理解并收录页面呢？上一个步骤我们提到 Googlebot 会透过外部连结、内部连结和 Sitemap 发现网站里的新网址，但 Google 发现一个网址不代表这个页面会立刻出现在搜寻结果中。接下来我们可以把页面从被发现到进入索引的过程拆成3个问题：第一 ，Google 能不能抓取页面；第二 ，Google 能不能正确读取并理解内容；第三 ，Google 是否决定将页面建立索引。第一，能不能抓取页面？当 Googlebot 发现一个新网址后，会尝试进入这个网址，下载页面的 HTML、图片等内容。但如果网站伺服器发生错误，页面需要登录，或是被 robots.txt 阻挡 ，Googlebot 就可能无法顺利读取页面。什么是 robots.txt 呢？它就像网站门口的告示牌，可以告诉搜寻引擎哪些区域可以进入，哪些区域不要进入。它通常放在网域斜线 robots.txt 这个位置。我们实际打开 Dcard 的 robots.txt 看看 ，user agent星号代表这些规则适用于所有搜寻引擎爬虫，标了 disallow 的路径，就是告诉 Googlebot 这里不要进来爬，像信箱验证页这种不需要被搜寻到的页面。不过这里有一个地方很容易搞错 ，robots.txt 控制的主要是能不能抓取，不是能不能收录。所以如果不希望页面出现在 Google 搜寻结果中，可以加入 no index， 加上之后页面就不会出现在搜寻结果里。常见的用法是测试环境，不想被使用者搜到，就可以用这招来处理。第二 ，Google 能不能读取并理解内容？Googlebot 成功抓取页面后，会分析页面里的文字、图片、连结和 HTML 结构，判断这个页面主要在介绍什么。这边就要提到2个常见的网站渲染方式 ：CSR 和 SSR。CSR 是 Client-Side Rendering， 也就是客户端渲染。使用者打开网站时，伺服器可能只先回传一个内容很少的 HTML， 再由浏览器执行 JavaScript 取得文章或商品资料，最后才将完整的画面显示出来。如果 JavaScript 执行失败，载入速度太慢，重要资源被阻挡，或是内容必须点击按钮滑动页面
登录之后才会出现， Google 就可能看不到完整内容。另一种方式是 SSR， 也就是 Server Side Rendering， 伺服器端渲染。使用者或 Googlebot 打开页面时，伺服器就先把包含主要内容的 HTML 做好，再回传给浏览器。这种做法通常能降低 Google 读不到主要内容的风险。那 HTML 结构对 SEO 有什么影响呢？ Google 取得内容后，会利用 HTML 结构来理解页面。好的 HTML 结构可以提供内容线索，对无障碍和程式码维护也有帮助，但不用把每个标签都当成直接影响排名的讯号。以下面这个结构为范例，这是一篇文章 ，H1 里的是主标题 ，H2 是副标题 ，P 是内文。但这里不要把它理解成只要把关键字放进 H1， Google 就一定会给它很高的权重。HTML 标签可以提供内容结构和语义线索，但不会因为你放了很多重复的关键字，就直接获得更好的排名。重要的仍然是页面主题是否清楚，内容是否完整，而且有没有解决使用者的问题。除了 HTML， 网站还可以加入结构化资料，更明确地描述页面中的实体与资讯。目前常见的格式之一就是 JSON-LD， 例如这段资料是在告诉搜寻引擎，这个页面是一篇文章，文章标题是 AI 入门教学，作者是 Debug 土拨鼠。JSON-LD 使用的类型和属性通常会依照 schema.org 以及 Google 资源的结构化资料规范，不能随便发明栏位。正确加入结构化资料后， Google 就更容易理解文章、商品、活动、食谱这类资讯，页面也可能有资格用更丰富的形式出现在搜寻结果中。第三，是否适合建立索引。 Google 读取并理解页面后，还会判断是否要把它放进自己的索引资料库。就像 Googlebot 找到了一本书，但不一定会把它收进图书馆，它得先判断这本书值不值得收藏，该归在哪一类。常见不被收录的原因如下：一、页面内容与其他页面高度重复；二、页面几乎没有实质内容；三、页面无法正常开启；四、网站使用 noindex 告诉 Google 不要收录；五、Google 选择另一个内容相同的网址作为主要版本。所以要区分三个概念。 Google 发现页面不代表已经抓取，抓取页面不代表能够理解，理解页面也不代表一定会收录。只有页面进入 Google 的索引资料库后，才有机会在使用者搜寻时出现搜寻结果中。做到这里才拿到被排名的入场券。而这些关于技术相关的 SEO 检查，很适合交给 AI 来协作，因为像是 robots.txt、noindex 网站结构以及 JavaScript 渲染问题，往往散落在不同页面和程式码里，人工一页一页查很花时间。我们可以安装一个免费开源的 Cloud Code 外挂，叫做 Cloud SEO。安装完成后，只要在 Cloud Code 输入/SEO Technical 你的网站，它就会实际扫描网站，从9大类别进行技术 SEO 检查，包括网站能不能被搜寻引擎正常抓取，是否误设 noindex sitemap 和 robots.txt 是否正确。它也会检查 HTML 结构、结构化资料、网站效能与内部连结等问题。最后依照问题的严重程度，整理成一份排好优先顺序的改善清单。如果网站的程式码就在目前的专案里，还可以直接要求 Cloud Code 照着报告来修正。不过有一件事要分清楚， Cloud SEO 可以抓出一些技术问题，但它的报告不等于 Google 实际的索引结果。修改完成后，我们仍然要回到 Google Search Console 使用网址审查和测试线上网址，确认 Googlebot 真的能读到修正后的内容。3. 找到关键字，理解搜寻意图。确保 Google 能够发现并理解网站之后，接下来要确认的是使用者会搜寻什么，他想找的又是什么。很多 Vibe Coder 会直接叫 AI 帮我写10篇文章。AI 写文章很快，但他不知道这个主题目前有多少人搜寻，也不能凭空判断竞争程度。这时可以使用一个开源工具，叫做 OpenSEO。它把自己定位成 Hrefs 和 SEMrush 的开源替代方案，它可以自己部署。不过它的关键字和搜寻结果资料主要来自 Data for SEO。所以还是要申请 API Key， 查询也可能产生少量的费用。另外，工具显示的搜寻量是第三方资料估算值，适合用来比较关键字之间的相对需求，不代表每个月真的刚好会搜这么多次。只要输入一个种子关键字，例如 AI 教学 ，OpenSEO 就会延伸出相关的搜寻词，并列出搜寻量、CPC、竞争程度、评分与搜寻意图。从结果可以看到 ，AI 教学每个月大约有880次的搜寻，但使用者实际搜寻的内容可能更加具体，例如如何学习 AI、免费 AI 课程、AI 线上课程、政府补助 AI 课程。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哪些主题是真的有人在搜寻，但搜寻量并不是唯一标准，我们还要查看右侧的搜寻意图，例如 Info 代表使用者主要想要取得资讯，适合制作教学文章， Nav 则代表使用者可能正在搜寻特定网站或课程。除了这两种，还有另外2种常见的搜寻意图。Trends 代表使用者已经准备好要购买、订阅或采取行动。CI 表示使用者还在研究、比较，准备做出
出购买决定前的最后确认。不过，工具对搜寻意图的分类只能当作初步参考。最后仍然要把关键字输入 Google， 观察目前排名靠前的是教学文章、比较内容、官方网站还是课程页面。因为 Google 现在呈现的搜寻结果才最能反映使用者想看的内容，所以这一步的完整流程是：先用 OpenSEO 找出有搜寻需求的关键字，再查看搜寻量与初步意图，最后实际检查 Google 搜寻结果。真正值得做的不一定是搜寻量最大的词，使用者真的在搜，我们又打得比别人好，那才值得做。4. 分析搜寻结果，建立高品质内容架构。接下来先不要急着叫 AI 写文章，我们需要先知道对 Google 而言什么叫做高品质内容。Google 的 Search Quality Rater Guidelines 原本是提供给人工搜寻品质评估员，用来评估 Google 搜寻系统产出的结果是否符合品质标准。这些评估员不会直接决定单一网站的排名，评分结果也不会直接改变某个页面的名次。不过这份指南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Google 希望搜寻系统呈现什么样的内容，其中主要会看2个方向。1. 页面本身是否具有品质与可信度。2. 搜寻结果能不能满足使用者的需求。而在评估内容品质时， Google 特别重视 EEAT， 也就是实际经验、专业知识、权威性以及最核心的信任度。EEAT 并不是一个可以单独计算的排名分数，也不是在页面加入作者介绍就会直接提高排名，它比较像一组检查内容品质的概念。内容有没有真实的经验，有没有专业能力，有没有外部认可和可信度，其中信任度是最核心的一环。简单来说，高品质内容要能解决使用者的问题，提供原创或第一手资讯，清楚标示作者与资料来源，并确保内容正确可靠。文章写得长，关键字放得多都不算数。尤其是医疗、财务、法律等可能影响使用者生活的主题， Google 对专业性和可信度的要求还会更高。不过这份指南不是一套照着打勾就能提高排名的公式，它告诉我们的是，好的内容既要值得信任，也要精准回答使用者正在搜寻的问题。了解高品质内容的原则后，下一步就是把它转换成文章架构。假设我们要写的关键字是日本自由行，先到 Google 搜寻这个关键字，查看排名靠前的5到10个页面，整理1. 内容主要写给谁， 2. 普遍包含哪些主题， 3. 哪些资讯过时或不完整， 4. 其他人也问了，出现哪些问题。例如，多数日本自由行攻略都会介绍行前准备、机票与住宿、交通方式、行程安排、预算与花费、网络与支付方式，这些共同出现的主题，通常就是使用者需要的核心资讯。而我们不能只是把其他文章的章节交给 AI 重写，还要找到内容的缺口。例如，交通票券与路径规定是否已经过时，只列出景点却没有安排合理的路线。接着就可以依据 EEAT 来思考，我们能加入哪些亲身经验、实际照片、真实花费与官方资料。全部整理完成后，再把资料交给 AI。你可以用下面的提示词把内容塞进去。AI 完成初稿后不能直接发布，我们还要人工确认： 1. 资讯是否正确仍然有效； 2. 是否真的符合搜寻意图； 3. 有没有空泛、重复或无关的内容； 4. 引用的数据能不能找到可靠的来源； 5. 是否加入自己的经验、照片和案例； 6. 是否比现有的搜寻结果更实用。 AI 可以加快资料整理、架构规划和初稿撰写，但不能代替作者的查证与实际经验。5. 进行最后检查，提升网页品质与使用体验。到这里，我们已经找到适合的关键字，完成内容，也确定网站具备基本的 SEO 架构。但在发布之前，还有最后一个步骤，检查整个网页的品质与使用体验。因为一篇文章就算内容再好，只要载入太慢，按下按钮没反应，或是阅读时画面一直跳动，使用者还是可能会直接离开。这时我们可以使用 Google PageSpeed Insight， 只要打开网站，输入要检查的网址，就可以分别查看手机版和电脑版的检测结果。它主要会提供4个面向的检查：效能、无障碍、最佳做法、SEO。这里有个常见的误会， PageSpeed Insight 里的 SEO 分数只检查一部分基础技术项目，例如页面能不能被建立索引，是否具有基本的 Meta Description， 以及连结是否能够被正常辨识。即使拿到100分，也不代表网站一定会排在搜寻结果第1名，因为它判断不了内容符不符合搜寻意图，作者值不值得信任，内容是不是比其他搜寻结果更有价值。这些仍然要透过前几个步骤完成。在 PageSpeed Insight 中，最值得看的是 Core Web Vitals， 也就是 Google 用来衡量网页实际使用体验的3项核心指标。第一个是 LCP Largest Countable Paint， 它衡量的是使用者进入页面后，画面中主要内容需要多久才会显示出来。例如文章的主视觉、商品图片或最大标题区块，如果过了很久才出现，使用者就会觉得这个网站载入速度很慢。Google 建议 LCP 应该控制在 2.5 秒以内。常见造成 LCP 过慢的原因包括手图档案太大、伺服器回应速度太慢、字型或
或 CSS 阻挡页面显示，重要图片没有预先载入，页面载入了过多不必要的 JavaScript。第二个是 INP Interaction to Next Paint。INP 衡量的是互动速度，使用者点击按钮、选单或其他互动元件后，网页要过多久才有反应。例如，使用者按下选单，画面却停顿了1秒才展开，就代表互动反应不够及时。Google 建议 INP 应该控制在200毫秒以内。常见的原因包括 JavaScript 执行时间太长，一次处理太多工作，第三方追踪或广告程式过多，元件重新渲染的范围太大。第三个是 CLS Cumulative Layout Shift。CLS 衡量的是画面的稳定度，网页载入过程中，画面内容会不会突然移动？例如，你正准备点击一个按钮，结果上方的广告或图片突然载入，整个画面往下推，害你按到别的地方。Google 建议 CLS 应该维持在0.1以下。常见的原因包括图片没有设定宽度和高度，广告区块没有预留空间，网络自行载入后改变文字尺寸，载入完成后才在页面上方插入新内容。PageSpeed Insight 会根据过去28天的真实使用资料，以第75百分位判断 LCP、INP 和 CLS 都落在良好范围时，才会显示通过。现在只要把这些建议和检测结果直接丢给 AI， 它就会给出对应的修改方向。不过我们不需要为了冲刺到100分，就删掉真正重要的图片、分析工具或网站功能。目标是优先解决会影响使用者的问题。今天讲了5个步骤，你应该有发现，现在有 AI 可以协助 SEO 优化，但不是把一句帮我做 SEO 丢给 AI 就可以，而是让 AI 参与它擅长的步骤，也就是需要判断以外的事情，像是查询、整理、初稿撰写，而人类则是负责提供内容选择的品味，判断资讯是否正确，以及提供真实的经验。简单来说，把重复的检查交给工具，把判断留给自己。最后回应一下开头的预告，现在越来越多人查资料不开 Google， 直接问 ChatGPT， 而 Google 只要出现 AI Overview， 第1名的点击率就掉 58%。下一个战场是让 AI 回答时愿意引用你，这门学问叫做 AEO。下一集我会专门讲 AEO，AI 是怎么决定要引用谁，又要怎么让你的品牌被 AI 主动提到。不想错过的话，记得先订阅。我们下一集见，拜拜。